大家好，我是小蔬果，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也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收看我的视频。今天我们来聊聊一种大家都非常熟悉且喜爱的蔬菜——黄瓜。黄瓜是一种一年四季都能轻松买到的蔬菜，它的维生素含量相当高，水分也大，吃起来清脆爽口，口感特别棒。而且黄瓜的吃法多种多样，既可以生吃，搭配上自己喜欢的酱料蘸着吃，也可以炒着吃，还能烧汤、做馅等，无论是哪种做法，黄瓜都能展现出它独特的美味。不过，今天我想要重点和大家聊聊一种特殊的黄瓜——棘寿黄瓜。可能有些朋友听说过这种黄瓜，它其实是因为在种植过程中，为了让黄瓜生长得更快，产量更高，而使用了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就是植物激素。在农业生产中，虽然允许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赤霉素等，但如果使用过量或者使用方法不当，就会导致黄瓜出现一些问题，比如黄瓜的外形会变得异常，口感也会变差，而且最令人担心的是，还可能存在激素残留的风险。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黄瓜，就可能会扰乱我们身体的内分泌系统，从而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那我们该如何挑选黄瓜，才能避免买到这些激素黄瓜呢？别担心，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小技巧，帮助大家轻松避开激素黄瓜。第一个方法是看顶花。以前，顶花带刺是大家判断黄瓜新鲜的重要标志，但现在它却成了辨别激素黄瓜的一个重要依据。不过，我需要提醒大家，并不是所有带花的黄瓜都是激素瓜。激素黄瓜的顶部花朵通常鲜艳饱满，即使采摘之后也不容易脱落。而且，花蒂与瓜身之间的连接处会有一个明显的凸起印结，形状有点像饮料瓶嘴。这是因为激素在花蒂部位积聚，导致细胞异常增生。有些激素黄瓜的花甚至会呈现出不自然的橙色，这其实是激素药水残留的痕迹。而自然成熟的黄瓜，成熟采摘后，顶部的花朵会自然枯萎脱落，即使有残留，也已经干瘪。花蒂与瓜身过渡自然，没有凸起印结，这样的黄瓜吃起来才会比较放心。第二个方法是看外形。激素会加速黄瓜的生长，让黄瓜脱离了自然生长的规律，所以在外形上往往会露出破绽。激素黄瓜大多长得异常笔直，粗细均匀，甚至个头特别大。因为正常的黄瓜在生长过程中会受到光照、水分、肥料等因素的影响，难免会有一些轻微的弯曲，瓜身粗细过渡也会更自然。如果在一个摊位上看到几乎所有的黄瓜都是标准身材，没有一根是弯曲的，那大家就要提高警惕了，这很可能就是激素黄瓜。第三个方法是摸瓜刺。黄瓜表皮的刺毛状态其实是我们区分激素瓜与自然瓜的一个触觉密码。激素黄瓜的瓜刺又细又长，摸起来格外扎手，而且用手轻轻一碰就容易脱落，刺的分布也比较杂乱密集。这是因为激素刺激导致刺毛发育异常，而自然的黄瓜，它的瓜刺短而粗壮，摸起来有轻微的扎感，但不会特别尖锐，附着力强，不容易脱落，而且刺之间会有自然的间隙。第四个方法是闻味道。在购买黄瓜的时候，我们可以拿起黄瓜来闻一闻。正常的黄瓜是可以闻到那种瓜果的清香味的。但如果闻不到任何味道，或者闻到一股药味，甚至是刺鼻的味道，那么就证明这个黄瓜是有问题的，很可能就是激素黄瓜。第五个方法是掂重量。重量能够反映黄瓜的含水量和组织结构密度。激素黄瓜因为生长过快，导致内部的组织结构疏松，含水量不足，拿在手里会明显感觉轻飘飘的，缺乏扎实感。而新鲜自然的黄瓜，水分充盈，肉质紧实，在同等大小下，手感沉甸甸的，捏起来硬挺有弹性。现在我们学会了如何避免挑到激素黄瓜的小技巧，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脆嫩多汁的新鲜黄瓜，避开那些捏软、空心、老硬的黄瓜。
首先要看表皮，新鲜黄瓜的表皮有自然光泽，呈深绿或者是墨绿色，不同的品种略有差异，但不会有暗沉、黄斑、皱褶或者是软烂斑点。如果表面发裂、有凹陷，或者是大面积的发白，那么说明水分流失严重，已经不新鲜了。同时，瓜身要硬挺，用手轻捏，无软塌的感觉。如果捏起来发软，内部大概率已经是空心或者是纤维化了，这样的黄瓜我们就不建议购买了。其次，还是要摸瓜刺。一些黄瓜的瓜刺短而粗，摸起来有轻微的扎手质感，而且附着力强，不容易脱落。如果瓜刺又细又长，一摸就掉，或者表皮光滑无刺，可能存放的时间比较久，或者不够新鲜了。再次要看瓜蒂，新鲜黄瓜的瓜蒂连接藤蔓的一端呈现鲜绿色，质地较硬。如果瓜蒂发黄干枯，甚至发黑，那么说明采摘后存放的时间已经过长了，水分和营养已经流失，口感会变差。最后还是要掂重量，在同等大小下，新鲜的黄瓜因为水分充盈，肉质紧实，拿在手里有沉甸甸的感觉。如果手感轻飘飘，可能内部空心，或者水分蒸发过多，咬起来会发柴，缺乏脆嫩感。买回来的黄瓜，如果担心它的农药残留的话，其实要去除也是很简单。我们可以在清水里面加1-2勺的食用碱，如果家里没有食用碱，只有小苏打的话也是可以的。然后把整条的黄瓜放进水里，让它泡上10分钟左右，再把它捞出来，用流动的水一定要清洗干净。那黄瓜到底是生吃好，还是炒熟了吃比较好呢？一般来说，生吃的黄瓜含有的营养素比较丰富，而炒熟之后，营养素会相对少一些。所以，如果大家的脾胃不是很虚寒的话，想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C， 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也想达到抗癌的效果，那么生吃是比较好的选择。其实，大家也不必对植物生长调节剂过度恐慌。合规使用的调节剂残留量是很低的，不会对人体产生作用。但通过外形、触感等特征筛选出来自然生长的黄瓜，既能享受更清脆可口的口感，也能够更安心。下次大家去购买黄瓜的时候，就按照以上这几点多留意，就能够轻松选到优质好瓜了。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希望本期的视频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让您在购买黄瓜时更加得心应手。最后，也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您的每一个点赞，每一个关注都是我不断努力的动力。我们下期见，拜拜。